大家好，今天来介绍一个备份用的外挂，它的名称叫做 DiffZip， 也就是 Differential Zip Backup。它主要的功能虽然是用来做备份，但是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当做懒人式的版本控制的外挂。如果想要对你的笔记的内容做更好的版本控制，你又有一点技术背景的话，当然最好的使用的工具是 Git， 也就是通常程式开发的时候用来管理程式的版本用的专门的工具。但是如果你不想那么麻烦，而是只想用更简单、更自动化的方法 ，DiffZip 这一个外挂也可以来试看看。在使用 DiffZip 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 Obsidian 冲高 CPU 使用率的一个状况，通常是几秒钟之内就可以恢复正常。后来我几次的使用里面，这一个冲高 CPU 的状况就没有再发生过。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状况。DiffZip 的功能就是它会将储存库里面所有的笔记把它压缩成一个 zip 档案，只有在第一次的时候它会完整的把所有的档案通通压起来。在备份的时候，它会自动在备份的资料夹里面产生一个笔记档，叫做 backupinfo.md， 它会来记录所有笔记档案的异动的时间。将来如果有新的异动的话，比如说加了新的笔记，或者是某一些笔记有变动内容的话，它就会用差异式的方法再备份到新的档案里面。因此我们的备份档案只有第一次是有所有的档案内容，后面的就是只有备份的才会被压缩进去，所以只有第一个档案会特别大，后面的档案就会根据你的变动的内容而有比较小的一个内容。这边要提醒大家的，它备份产生出来的这个笔记档 backup.info.md 是它系统维护用的一个档案，我们不可以自己手动去做修改，免得破坏了它的结构。要产生第一次的压缩，可以直接从命令面板里面去执行它的 create backup 这个命令。将来有某一个档案要还原的话，就可以使用这个 restore from backups 来做操作。所以其实它的功能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一个 backup 一个 restore。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设定。DiffZip 的设定很简单，首先我们可以决定是不是要在 Obsidian 启动的时候就让它直接进行压缩。我会建议，如果你就是想要透过它来做比较简单的备份的话，可以把这个选项给启用起来，这样每一次执行 Obsidian 的时候就会同时做备份，也就不会遗漏任何变动的内容了。接着再来指定你备份的资料夹，很可惜的是它这个备份的资料夹一定要放在储存库里面，然后还有还原的资料夹，这两个资料夹可以直接使用它的预设值，也就是 backup 跟 restore 的。接着第四个选项就是隐藏的资料夹需不需要一起备份，比如说点 Obsidian 这个资料夹是不是要一起备份。如果你希望把你的外挂还有 snippets 还有主题等等这一些内容也一起备份起来的话，就把这个选项给勾选起来。最后的设定就是 zip 档的最大的档案大小切分出另外一个新的 zip 档，后面会带序号，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来变更这个档案大小。 DiffZip 的设定就是这么简单，只有这几个而已。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backupinfo.md 它的基本结构。每一个档案在 backupinfo.md 里面都会有一个自己的项目，这个 MD 档是一个 YAML 的格式。比如说我们下面这个范例 test.md 它会有一个它的 digest 来保证这个档案的正确性，还有它的档名、它的修改时间。这个修改的时间是用 Unix 作业系统的时间戳格式来表示的。在 history 里面就是这个档案的变动的历程，有当初第一个压缩出来的压缩档的档名，还有它修改的时间，有变动过3次，因此它就会有3个 zip 档。每个 zip 档的格式都是日期时间，那后面这个数字是今天从0点一直到你压缩的时候的秒数，那因此从档名就可以还原回当初压缩的日期时间了。这一个档案就是要请大家注意，不要自己去变动。要还原某一个档案的话，直接从命令面板里面执行 restore 就可以了。首先必须选择要还原的档名，因此它的这个还原一次只能还原一个档案。然后接着要选择要从哪一个 zip 档来还原，还要到指定还原档案要放到哪个地方。我是建议大家可以直接还原到原先设定好的 restore 的资料夹，然后还原到 restore 的资料夹以后，就可以用一些档案比对的工具来比对 restore 的里面的档案跟你笔记所在位置的档案
案做比较，来确认出到底修改了哪一些的内容。如果你选择了第3个还原位置，也就是原来的档案的位置的话，因为原来的这个资料夹里面已经有原来的档案了，因此还原回来的档案它会在后面会附加上日期时间跟这个时间的描述，会变成是一个新的档案的方法来还原到原来的位置。随着我们备份的档案越来越多，它占用的磁碟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假设 Vault 是放在云端硬碟的话，在同步的时候，它就会占用你的云端硬碟的空间。因此，可以想看看怎么样来减少这个云端硬碟占用的空间。如果只是单纯的要做备份的话，可以考虑把这个 Backup 的资料夹把它设定成一个符号连结，然后把它给指向你的硬碟。因为通常云端硬碟不会去同步资料夹的连结，比如说像 Dropbox 它就不会同步这个捷径，这样子就可以节省一些空间。如果你是需要做更严密的版本控制的话，如果你能够使用 Git 的话，用 Git 应该会是更完整的一个解决的方法。比如说我现在自己的储存库，除了使用云端硬碟来做同步以外，也会定期的把它给同步到 GitHub 上面。这个就是今天介绍的懒人式版本控制跟差异式备份的工具 DivZip， 希望对大家平常在使用 Obsidian 的备份上能够有一些帮助。那如果你觉得我介绍的知识对于你在使用上有帮助的话，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谢谢各位。